話唔係啩？你喺勞力士係咪假噶？呢一隻就係勞力士嘅石英錶。Hello， 高 Sir 翻嚟啦。今日我預備咗5隻錶，而呢5隻錶呢就好辛苦咁樣周圍幫朋友去借翻嚟俾大家睇嘅。咁睇下大家估唔估到究竟呢5隻錶邊一隻係機械，邊一隻係石英？如果想知道，千祈唔好走開，你要睇到最後啊！佢哋全部都好特別噶。咁可能你稍一唔留神呢，你就會俾佢呃咗噶啦。今日呢條片點解我哋要拍呢？就係因為第一條片講過應該點樣分機械機芯同埋石英機芯。咁喺條片完咗之後呢，有啲朋友 send comment 俾我就話：高 Sir 唔係喎，有啲石英機芯唔係好似你所講係一秒一秒咁跳嘅喎。咁我亦都私底下已經回覆咗啦，就話俾佢知係冇錯啱嘅，我知道。而喺條片中，我只係話一般嘅石英機芯同埋一般嘅機械機芯係點樣運作啫。當然係有例外嘅。而今次呢條片就要同大家分享一下非一般嘅機械同埋非一般嘅石英機芯究竟係點樣運作嘅。首先第一隻呢，同大家分享嘅就係一隻鐵達時。呢一隻錶係一隻70年代嘅產品，咁佢個名呢就叫 Tuning Fork， 係一隻石英錶，而且係一隻石英嘅音叉錶。咁佢有咩特別呢？大家可以留意下佢個秒針呢，行嘅時候呢係好順暢，就唔係好似一般嘅石英機芯咁呢，係一下一下咁跳嘅。咁講一講關於呢隻錶嘅小歷史啦。其實當年大概70年代嘅時候，呢個錶係用咗一個共用機芯 ESA 嘅9162，咁當時呢一個機芯呢，有傳聞就話啦，其實 Omega 嘅 F38佢都係用呢個機芯去做呢個電子錶嘅。咁而後尾 Omega 呢就決定咗唔做，咁好多錶呢就變咗去咗鐵達時，就改頭換面就變咗為鐵達時嘅錶。究竟呢啲係真抑或假？咁啊大家自己去揾下答案啦。咁但係呢一隻呢，就係一隻非一般嘅石英錶。咁而第二隻就係呢一隻勞力士嘅石英錶，呢一隻真係一隻石英錶。咁但係你會問高 Sir，點解石英錶你又要攞嚟同我哋分享？石英錶梗係一秒一秒咁行啦，冇錯係。但係我驚嗰日你見到人哋戴一隻呢啲咁嘅錶，你會覺得話唔係啩？你喺勞力士係咪假㗎？點解你會一秒一秒咁跳？呢隻錶係大概80年代到啦，個 model 叫17000。咁勞力士真係做過入電嘅石英錶，係俾佢嘅 OP 嘅。咁而家呢個殼其實勞力士有出過裝過2個機芯，佢有啲係裝咗機械玉嘅機芯嘅，就同一般嘅我哋平時所見到嘅機械錶一樣咁樣運作啦。而呢一隻咧係裝咗石英機芯嘅，咁佢行嘅時候咧就一秒一秒咁跳啦。咁仲有一樣嘢就話小道消息啦嚇，以前聽講咧就係話，如果你擁有呢一隻錶冇電嘅時候，你攞上行度要換電咧，永遠都係會幫你換電嘅。但係近呢幾年我亦都聽到啲人話已經冇咗呢一樣嘢啦嚇，要俾錢㗎啦換電。咁呢一隻咧就係第2隻要同大家分享嘅，係一隻真係石英跳法嘅勞力士。嗱，呢係第3隻，第3隻要同大家講係一隻寶路華嘅 Accutron， 咁佢個名叫 Precisionist， 呢隻係一隻寶路華嘅石英音叉錶。咁其實音叉錶嚟講喺寶路華呢個系列咧係非常之出名嘅，佢出好多類型嘅音叉錶，而最大分別音叉同埋普通石英嘅機芯咧就係我哋見到一樣啦，嗰支秒針咧就係好順暢咁樣行嘅，而呢隻錶都係啦，同埋呢隻錶咧就唔係以前嘅產物啦，係而家你都可以去鋪頭度買得到嘅嘢，價錢唔係太貴。咁最緊要就係睇下你喜唔喜歡呢類型嘅石英機芯咯。講咗咁耐音叉，究竟係咩係音叉呢？音叉手錶嘅技術係由瑞士工程師 Max Hexel 喺50年代幫美國寶路華研發，而寶路華亦都正式喺60年10月25號咧就發表咗 Accutron 音叉錶，叫做係歷史上第一隻電子錶啦，將幾百年嚟利用擺輪游絲控制嘅傳統擒縱系統變成利用音叉嚟控制。而 Accutron 嘅意思就係 Accuracy Full Electronics。喺音叉錶推出之後，因為準確嘅關係，非常之受到市場嘅愛戴。坊間傳聞啊，喺呢隻錶推出咗喺2-3年之間啦，係賣出超過25萬隻咁多嘅。設計師阿 Max 喺63年離開咗寶路華，
華。咁音叉錶呢個發展嘅重任啊，交咗俾瑞士 ESA 機芯廠接棒啊。咁終於 ESA 喺68年成功將寶路華 Accutron 註冊咗，亦都開始生產。咁第一隻生產嘅係一隻普通嘅3針錶，機芯編號叫 ESA 9160。1年之後，佢哋就推出咗有日曆嘅 ESA 9162機芯。而我哋今次介紹嘅鐵達時 Tuning Fork 就係利用咗呢個9162機芯噶啦。其實音叉錶嘅原理係利用電磁鐵控制一支由鋼或者鋁合金造成嘅音叉。音叉英文我哋叫 Tuning Fork 啦，產生非常穩定嘅高頻，去驅動一個有300瓦嘅齒輪，令到支秒針好暢順咁運行嘅。如果你將個音叉錶靠近喺耳邊咧，你會聽到嘅高頻聲音。而當69年精工推出咗第一隻石英錶之後，全世界個個都好擁戴石英錶，咁啊導致到音叉錶嘅銷量咧就越嚟越差咯。咁寶路華亦都喺80年代咧就正式停止生產音叉錶啦。直至到後來賣咗俾星辰錶之後咧，星辰錶再以另一個方式重新再生產。而最後呢一隻要同大家介紹嘅呢，就係一隻勞力士嘅機械錶。咁但係大家可以留意到啦，就係呢一隻雖然係一隻機械錶，但係佢係一秒一秒咁跳嘅。咁呢一隻係一隻勞力士50年代嘅錶，叫 Truebit。而家就唔多嘅，喺出邊亦都唔會見到太多。咁我都好辛苦先可以借得到呢一隻翻嚟，因為啲朋友都唔係好願借出嚟，因為買少見少。咁而呢隻錶有咩特別呢？係咁講一講佢嘅小故事啦，就係話基本上呢一隻錶係1955年至到1960年之間，只係喺呢5年中間生產嘅錶，編號係6556或者6558。咁個名叫 Truebit， 咁亦都有人叫佢做 Dead Beat Dead Second。咁點解勞力士明明係做開機械錶嘅公司，明明嗰啲秒針係好順暢咁樣行去，特登要整隻咁嘅錶出嚟呢？個事源係當時勞力士係好有心，佢希望可以出到一隻錶出嚟，俾啲醫護人員、俾啲醫生可以俾你揸住嘅時候睇住個秒針去幫病人去量心跳，去度嗰一個心跳係準啲嘅。如果用翻一般普通嘅機械錶，好驚啲醫生睇住個錶嘅時候追唔到支秒針，咁會度錯。咁所以佢哋特登咧就將一啲現成嘅肌肉改裝咗，變為另一個高級版本少少嘅肌肉，令到佢個秒針會逐下跳，等你可以量度到個心跳。咁但係好可惜，因為推出嚟之後個市場唔係好接受，可能係因為啲人覺得太似電子錶啊，太似石英錶啦。咁所以如果我要花費咁多錢，但係去買翻隻同石英錶一樣咁樣運作嘅錶，佢哋覺得好唔抵。咁所以幾年之後就不了了之，勞力士亦都唔會再去生產啦，咁就冇咗啦。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聽過好多朋友以前講，如果你攞一隻呢啲 Truebit 上去行度去維修咧，翻到落嚟就變咗唔係 Truebit 噶啦。點解會咁樣呢？因為 Truebit 嘅零件已經冇啦。咁為咗準確度，希望每一日喺翻嗰個誤差之內，佢哋就犧牲咗嗰組 Truebit 嘅組件，又幫你改翻做嗰支秒針咧，係好順暢咁樣行。咁當時你冇得揀啦，因為總代理話俾你知咁樣係對隻錶好嘅，咁你唯有接受啦。但係時至今日幾十年之後啦，原來大家知道啦，呢隻錶有咁嘅歷史，有咁嘅特別狀態，好多人都好後悔。咁好在呢一隻錶，咁我朋友keep 得好好，仍然可以 keep 得到嗰個機械運作得好暢順，大家都可以見到佢真係一秒一秒咁跳，所以我先可以攞嚟俾大家睇。咁一陣間我會就住呢個機會呢，咁我會打開其中2隻錶個機肉，開咗個蓋，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入邊係點嘅樣嘅。一隻鐵達時啦，另外一隻就係勞力士嘅 Truebit 啦。好啦，而家開始拆錶帶先。跟住而家咧就拆個尾冚。嗱，咁大家可以睇到啦，就係有電池啦。咁呢2個咧就係2個令到佢嗰支音叉會震嘅電子零件啦。咁呢個就係一個 ESA 嘅9162機肉。咁其實而家我講 ESA 咧，就等於而家我哋嘅 ETA 係一樣，其實係同一間廠，不過後尾由 ESA 變咗 ETA 咯。而家同大家開始拆 Truebit。
嗱，呢隻錶咧係一隻1040嘅自動機芯。咁大家都好清楚咁睇到佢嘅喐動嘅模式啦嚇，咁同埋俾個近鏡你哋睇下佢嗰個秒針點樣運作。呢隻錶本身咧就係講肌肉嘅，咁如果呢隻 TrueBeat 唔係跟咗一隻會一秒一秒跳嘅肌肉咧，其實等於呢隻錶係已經廢咗武功啦，冇用噶啦，因為值錢就值錢在個肌肉啊嘛。好多 TrueBeat 去到今時今日咧，已經係變咗唔係呢一隻肌肉，或者已經俾人哋改裝咗變為一隻普通嘅好暢順嘅秒針行嘅肌肉，咁嗰啲已經喺個價值方面咧，我諗已經唔見咗90%啊。好，刪翻個改先。睇咗頭先嘅介紹，大家分唔分別到乜嘢係機械錶，乜嘢係石英錶啊？如果中意機械錶嘅你，如果中意勞力士 TrueBeat 嘅你，就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啦。咁如果你中意鐵達時嘅石英錶，咁可以 like 同埋 share 嘅。拜拜。